今天我终于可以实现猪脊骨自由。哇，这个猪脊骨比筷子的高度还要高哎！第一阶段先吃猪脊骨。哇，第二阶段吃法下面。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哦，还有第三种吃法，芝士拉丝饭。韩国人在吃上真的是物尽其用，一锅三吃，一点都不浪费哎。一口锅，一煲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吃出千百种花样。火锅有历史，有民族文化，但它最神奇的是可以容下各种食材，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桌上。它的魅力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标志。这一次就让我出发去探索各地的火锅。在新加坡等我围炉开吃的朋友，准备好听故事。韩国首尔，我来啦！在韩国，火锅几乎是一切的标配。天冷吃部队锅，宿醉喝吉古马铃薯汤，身子弱那就来顿清炖鸭。在首尔，火锅可以是学生党廉价的救赎，也是白领深夜加班的慰藉，是情侣共享的浪漫，也是单身汉自愈的仪式感。总之，不管人生起伏，火锅都绝不缺席。在距离韩国4600公里外的新加坡，韩流文化也已经全方位入侵。每个周末都有人为了吃到正宗的韩式美食，到号称韩国街的丹绒八阁排队吃饭。안녕하세요，围炉开吃，欢迎来到韩国记。今天我们特别请到2位既能聊又会演又有才华的林西西。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还有阳光可乐。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사랑해요。两位先问一下，爱吃火锅吗？爱，我觉得我平时最喜欢是在宵夜的时候吃火锅。西西呢？什么时候都是吃火锅，什么火锅都吃，需要问吗？围炉开吃不只是边吃边聊，还要一路解锁火锅知识。2位嘉宾将通过5轮游戏分胜负，接受最终的奖励和惩罚。小菜上桌了。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去韩国的餐厅吃泡菜啊，他们的小菜数量都是单数，为什么？猜一猜。因为只有我们华人喜欢2、4、6、8。就是在韩国文化里面啊，这个单数是阴阳的阳，双数是阴阳的阴。哦，所以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多吃一点阳气，让自己更暖一点。哦，而且3、5、7、9也不一样。一般是普通家庭是吃3样小菜，普通家庭开 party、圣诞节什么的5样小菜，有钱人家是7样小菜，所以我们9样，我们很有钱，土豪。只有这种王公贵族才可以吃9样。Q 一个那种皇宫的音乐，我真的就想吃噔噔噔噔噔噔噔。马上我们就可以吃这个不同的小菜。好，来，别！我看得出他们真的很饿，各位。就来吃的嘛，不是吗 OK， 我们要玩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叫做小菜炸弹。嘉宾闭眼后，我会随机选一道小菜为炸弹，随后嘉宾轮流开吃，最先吃到炸弹的人即为输家。请2位先把眼睛闭起来。闭起眼睛是不是？因为我在想，刚刚可乐说他很喜欢吃那一样菜，我不晓得你们了，但是我很爱吃这个韩式料理店的小菜。是，我特别爱泡菜。对不对？给我留下一些线索。你睡好了吗？天亮请睁眼。炸弹已经埋设下去了，到底2位谁可以吃到？我们先从可乐对面的西西开始。好的。那我没有在管炸弹不炸弹，我想吃。首选喜欢的，我就吃这个。哎呀，这个冬粉也是我最爱的。酱。他不看他饿了。
而且这个冬粉蘸了这个芝麻，一口吃下去，哦，不要发出声音好吗？很有食欲耶，吸引吃的。中了吗？中了吗？有炸掉吗？目前还没有。啊，哎呀，不会第一个就炸掉了哈。很难说，很难说。好，来到可乐了。泡菜不选，对，我要吃鸡蛋。哎，你想想，鸡蛋、炸弹，哎，傻傻分不清一定楚。没关系。恭喜西西在这一局成功的幸存下来，可乐也活下来了。啊！我以为我这么简单的就赢了。对，好了，接下来就到西西了。是，我想试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它很辣。这是豆腐。好，吃了吗？吃了吗？还没有。哇，又好吃又幸存。那我们选什么了？那你选什么？我还是选蛋，不同的蛋哦。哇，危险！可乐有一样东西要，哇，这个危险，这个危有一样险。东西要勺子。有一种东西叫坚持。你今天就是跟蛋过不去了，对吗？对，味道如何？先说一下。卤鹌鹑蛋。好吃，不错。哇，你们真的是可以耶，逃过了。哎，如果选到完我们赢了，最后那个是林轩选的炸弹，林轩要直接在1分钟里面吃完它。一口。到底谁是主持人？我觉得下一轮你们应该过不去了。没有啦，不可能。OK， 我最想吃这个。这是什么饼？那个土豆，potato。好吃。请问这是 Lucky 土豆吗？鸡爆爆是的，非常 lucky， 非常 lucky， 非常 lucky， 非常 lucky。你就吃，没事的。安全。安全。哦。现在球丢到你。对。好，不要，我要吃这个。这个是很安全的黄瓜哎，因为它很健康嘛。有的时候可能健康的东西哦，就会埋上一个炸弹。你越讲我他越讲，对。炸弹的味道好吃吗？炸了吗？当然了，你还没有尝到炸弹嘛，因为有希望。等一下。我没有想过这个游戏会进到这里。天哪！我选豆芽。好。这样。OK， 我们先不要说这个是不是炸弹了啊，我们先让可乐选完他的那一口，好不好？我就把这个丢给我。我跟你说，可乐，他应该是卷泡菜。我觉得是。好，我就吃这个。这个感觉甜甜的，这个是一个豆吧？我对自己有信心。怎么样？我们举报bomb了吗？那我也吃一个吧。没有，如果我们没有举报bomb，你就要直接把那一碟给吃掉。但是如果有几包泵的话，我就不需要全部吃掉嘛。来，这个是个陷阱。张妹妹就不选那个。没错。有可能，这不是我的，对不起。哎，恭喜西西存活下来，真正的炸弹就埋在鱼仔里面。所以这一轮啊，我们的 PK 中，西西暂时领先1分，恭喜林西西！我们的小菜吃得七七八八了，今天最重要的重头戏火锅要上桌喽！来喽！就是吃这个部队锅了，没有什么酱料可以点的。部队锅它本身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已经相对的比较非常浓郁。对。到底这个部队锅的锅底有什么特色之处，以及是不是真的不需要蘸料呢？通过 VCR 带你们了解一下。OK，看了。这里就是韩国赫赫有名的部队锅一条街，周遭呢都是部队锅餐厅。我身边这一间鱼糕餐厅啊，从1960年代就开始卖部队火锅了，可以说是本地部队火锅的元祖之一。不过今天呢，我要带你吃一间更受本地人推崇的兄长食堂，算到现在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Let's go！哎，吃韩国餐啊，最期待的就是小菜的环节，非常之丰富，3样小菜：豆芽、萝卜泡菜、咸萝卜。哎，这个咸萝卜蛮有意思的，还有冰块在里面。先试试看。我本来以为咸萝卜会很咸，但是完全没有，除了那个咸的味道之外，一点点的酸酸的味道，非常之开胃。其实，在韩国各种食材都有颜色的讲究，不同的颜色也配合我们的5脏6腑，带出健康的资讯。可是这个部队锅会不会健康呢？兄长食堂的部队锅，食材多元，味道辛辣。
据说几十年来都保持着传统风味，难怪当地人如此钟情。奶奶，我听说这家店是您一手创立的，70年代就有了。您自己是见证了这个部队锅从无到有的过程，是这样子吗？ 양색지들 여기 미군들이 많아가지고 의정부에는 양색지들이 많았어요. 그런데 그 색시들이 용돈 쓰려고 고기를 가지고 나와서 우리네 먹으라고 준다고 그래가지고서 그거를 갖다가 우리가 이렇게 부대찌개를 만들어서 看来部队火锅真的是美军驻扎的无心插柳。 이 솥이 옛날 이렇게 무쇠솥, 옛날 무쇠솥인데 그거를 이게 두껍잖아. 두꺼워가지고 여기다 끓여야 음식 맛이 나서 이걸로다가 사. 哇，刚刚的清汤现在完全变红了，而且请看这里，韩式料理的灵魂——大蒜，很浓郁的蒜香在锅盖掀开的一瞬间，直接钻进我的鼻腔里面。先让试一试汤，哇，有一点点的辣味。我本来以为这个汤会有很多泡菜的那种味道，其实没有，比较多的是酱香味跟辣味，很好喝哎，奶奶。 맛있어요? 对。这种食材我第一次吃到火鸡肉，新加坡好像比较少有这样的。好吃。奶奶，这个部队火锅里面的食材非常之多，可是如果要选一样作为部队火锅的灵魂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这个部队火锅里面的食材非常之多，可是如果要选一样作为部队火锅的灵魂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김치. 这句无需翻译，我也知道，部队火锅的灵魂就是 kimchi， 新奇泡菜，试一试。你知道吗？我们在新加坡吃的很多泡菜味道很重，但是呢，完全没有这种泡菜的脆爽。但在韩国，你们的泡菜实在是厉害。奶奶，吃啊，一起吃。要我喂你吗？啊。这个叫喂温馨。喂奶，喂奶奶。喂奶奶。第2场挑战 Game 2，等下我会说出几道题目，如果知道答案的人就第一时间去拍那个铃铛。如果我讲了，我答错怎么样？答错的话，就是你要被敲打一下。所以如果西西抢到的话，他答错他就要挨打，对不对？那他要答对的话呢？你就挨打。游戏规则清楚对不对？清楚。来，先来第一题。好的。请问在视频中我们提到这个兄长食堂是在哪一年开业的？1970。确定吗？哎，不是，恭喜你答错了。正确答案是1972年。第2题，请说出兄长食堂部队锅里面的至少3样食材。你在签上些什么？哎呦，泡菜，豆腐，还有午餐肉。恭喜可乐。太痛了，吃多一点。第3题，请问在兄长食堂里面，这位阿嬷认为泡菜锅的灵魂是什么？泡菜锅的灵魂。对呀，答对呀。对不起，这个我自罚一个，因为我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部队锅还讲泡菜锅了。OK， 这一题有难度了，请听好哦。好的。请问，在这个韩国的部队火锅是先放食材还是先放汤底？有讲没刚刚？哎，随便讲一个。画面中完全有线索。给你答，给我答。我没有信心。先放料。食材啦，恭喜你答对了。蒙对了一题，吃。讲你这里。我们来到最后一题，刚在视频里面提到他们喜欢用这个铸铁锅做这个部队锅的锅，为什么要用铁锅呢？可以保存那个热度。恭喜你答对了。OK， 铸铁锅除了可以保持这个温度比较久之外，而它受热均匀，食物加热会比较平稳。OK， 现在总共5题，2人各答对2题，所以是2比2战平。所以目前的总比分呢是西西暂时领先，是2比1。
你对于西西的第一印象还记得吗？圆隆隆的一位大姐。还记得你每次打给我吗？在疫情的时候，因为你回不了新山嘛，然后拍一些有的没的照片，然后一直语音唱歌给我听，你记得吗？啊，哎，这是我会做的事情。做这么蠢的事啊？对，他每天语音唱歌给我听耶！我开我的那个手机，我就看到阳光可乐。第一句，C， 我唱歌给你听，然后开场，然后很长一段，对不对？我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喜欢自己唱歌发给别人听。年少无知。要进一步了解就是《女兵外传》的事。对呀，我们一起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也当兵也在部队嘛，对你们没有做一些功课，比如在新加坡当女兵的时候吃的食物方面。没有啊，我们没有去了解，因为我们是一部科幻片，呀，所以我们做的会跟男生有些不同。那刚刚我们都通过视频看到这个韩国的部队火锅来源，而且以前韩国人是不吃一样东西叫做居豆，后来也是美国人把它带进来，韩国人开始吃的，所以韩国的饮食文化哈有一定程度受到美国人的影响。哇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部队火锅呢放了很多类似葱、姜、蒜这样的调味，所以能吃到的味道呢不光是来自于咸味，风味上绝对很多元。奶奶，我想问呢，在韩国一般什么时候会吃部队锅？这是一个平民食物还是一个高级食物呢？ 아주 애들 노인 어른들 애들 가장 좋아하는 음식이에요. 가격도 저렴하고 하니까 저기 서민들이 즐겨 먹는 음식이지. 真的，部队锅哈、发源于社会底层，也服务于社会底层，在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平价、大众化的食物。可是奶奶，我听说这一锅汤哈、有一个很洋气的英文名字，叫 Johnson 汤。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叫 Johnson 汤。Who is Johnson？ 而第3轮挑战 PK， 为什么这一锅汤又叫做 Johnson 汤？你没讲，你没有讲，不知道，所以要你们猜嘛。他们很认真的听嘞。哎，两位姐妹，我们今天的游戏挑战非常的五花八门，并不是每个都要从影片里面拿 information， 好不好？我觉得是好。Johnson 很不喜欢吃午餐肉跟火腿，我就说 Johnson 是美国人，对，所以他就丢掉很多午餐肉跟那个火腿，然后他们就捡起来，然后就有人说 Johnson don't like 啊，然后他们就把它丢进去那个汤里面煮，所以他说就是，哎，为什么你的火锅有这些东西 ？Johnson 汤。我刚刚觉得是那个捡回来那人的名字叫 Johnson， 哦，然后人家就会讲，哎，这个是 Johnson 制造出来的这个汤，就 Johnson 汤。可是按道理捡回来应该是一个韩国人韩国人不可以叫 Johnson， 哎，其实，Johnson Hillsmith 啊。那他也可以叫 Hanson， 他也可以叫 Simon， 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叫 Johnson 汤？我们揭晓答案。 옛날에는 미국 대통령이 존슨이었거든. 그러니까 미국서 나오는 국이니까 존슨탕이라고 처음에는 했었거든. 그런데 이거는 서민들이 즐겁게 없을 때 먹던 음식이기 때문에 존슨탕이 아니라 부대찌개. 哦，原来没想到啊，这种平民美食连美国总统约翰逊都吃过，哎，哇，真的可以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奶奶，你自己出生的、长大的年代还没有部队锅这样东西，然后你亲眼见证它的诞生，它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跟意义吗？ 이 부대찌개가 옛날에 미군들이면 고기가 많았으니까 옛날에 한 60년대, 65년대, 70년대는 한국이 어려웠거든. 고기는 많고. 그러니까 이거를 가지고 이 찌개를 만들어서 먹어가면서 돈을 벌어서 애들 공부도 가르치고. 可以想象看吗？在60、70年代，部队火锅只是平民家餐桌上的一道食物。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跟变迁，慢慢的从一家店到一条街，成为现在韩国的美食名片，也借此呢把韩国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甚至也让奶奶的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奶奶，我们一起围炉开吃啊！来。 就你现在吃起来很开心嘛，大家喝酒喝很开心，但其实你想那个背后是蛮心酸的故事。而且我看得出，在这个影片中，奶奶很开心可以分享给大家，哎，这个部队锅的由来。谁没有过苦日子？尤其是西西，我听说家里养家好像全靠你，对不对？也没有到全靠我，只是我记得你是阿姨还是？对，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就是一起撑起那个家，因为我妈在外工作嘛。
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就是像是相依为命这样子。他才跟我差13岁，所以你想，如果我5岁，他才18岁，那时候家境真的不好。然后你知道我从小就是这个体型哎，然后他就给我吃比较多，所以现在阿姨跟姨丈是像是我半个父母。哎呦，对他们就带着我一起，他们搬家自己成立家了，然后也带着我一起走这样。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因为有阿姨带你啊，所以你反而有2个爸爸，2个妈这样感觉。相对的节日也要出双份礼。哎呦，就来这会迟早要还的。对，帮大家倒点。哦，等一下，这个有点不像茶。你的最爱，我的最爱，我的最爱。哎，现在饭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当然要喝点茶。帮大家倒点。哦，等一下，这个有点不像茶。你的最爱，红玉对不对？这可以。这个了解吧？了解。什么？巴格利。哎，没错，就是韩国的传统米酒。没错。我们先小小干杯，好嘞，干。我喜欢带这种一点米香味，还有一点气的感觉，发酵的味道。重点，这个米酒要够冷才好喝。哎，你很懂哎，朋友。所以配这个韩国传统米酒，一定要吃的食物就是近在眼前的煎饼。哎，韩国海鲜煎饼。来，这。来。哎，我很喜欢吃这个煎饼，外面这一层。焦脆的，每次我都喜欢先吃一个原味的，然后才蘸酱，然后才会有分别。懂吃，比你懂吃哦，你更懂喝。这一点，先说一下酒量嘛，你觉得圈内棒棒？那谁比你好？圈内比你好？我很少跟圈内的朋友一起喝。哦，你不要这种笑容。你这样笑仿佛是有故事哎。没有。你说。我跟你说，可乐可爱，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派对。对，我就是那个派对的创始者。他喝多了是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反应。好玩，话多，就是大概现在可乐的3倍。那第2天怎么醒酒？这个呢，我就觉得年龄跟有关系。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第2天照常工作，又是美好的一天。现在的话就要到天黑，我才会所以我在第2天。没关系，我介绍你一个好东西，可以解酒的醒酒神器，一起看。听说这家餐厅在这一区做gam家汤是非常出名的。你看，上过这么多电视节目，而且要在他们家吃饭要把名字放在 waiting list。还好，我有预约。走。各位观众，今天带你来到厨房重地，看一看gam家汤制作背后到底有哪些揭秘的内容哦。抱歉，这才是主角。我们看到师傅把很多这个猪脊骨呢，从这个桶里放到我们的锅里排列起来。这个猪脊骨是已经煮了一段时间的半成品，是这样吗？80분 삶고 40분 뜸들여야 돼。2个小时的时间就煮成这样子了。我想问你要把它叠到多高？32cm 정도。哇，30多厘米，要把这个排骨排起来。另外呢，上面还要再放上这些菜，可能加起来快要40厘米的高度了，真的需要一点技术才可以啊。然后就是由服务生把这些锅端到客人的桌上。네, 맞습니다. 我可以挑战一下吗？ 그럼요. 무거워서 천천히 들리거든요. 调动我手臂上的肌肉。OK， 来吧，朋友们。很重吧？哇，这个锅真的是不光要靠平衡、力量，还有颜值，缺一不可哎，不然真的很难保持这个平衡。而且你看哦，一个葱花都没有掉下来哦。哇！等一下，他不懂怎么办。OK， 成功，厉害，可以吃了。可是到底怎么吃呢？我可能需要他们的负责人帮我一下了。哎，
Hello。 哇！哎，안녕하세요。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我想知道这个火锅上桌之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开动呢？ 먼저 이제 불을 켜주시고 이게 이대로 끓이면은 위에가 안 익기 때문에 이 위에 있는 우거지랑 그리고 뼈를 여기 그릇에다가 옮겨 담아주고 哦，在韩国用这个猪脊骨做火锅是一个算是传统的一种吃法吗？ 대부분 등뼈를 쓰는데 저희는 목뼈를 써가지고 육수를 내고 있어요. 그래가지고 목뼈로 육수를 낸 국물에다가 각종 야채를 넣고 끓여주면 되는 그런 저희 청양감자탕이에요. 哦，当家烫第一阶段先吃猪脊骨，哇，吃肉哈就是要大口吃肉，好大一块。大快朵颐。而且呢，这个猪脊骨啊，经过长时间炖煮之后呢，已经非常软烂了，用手一掰，轻松脱骨，再配上他们特制的酱料，哇，朋友们，这个才叫自由。我在汤里面喝到一个奇怪的那个味道，就是除了辣跟咸之外，有一种说不上的感觉，是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在里面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在里面？你又没有带我们去吃，对我们又没有尝过，对呀，我们的味道都没有嗅到，又不要讲。上猪脊锅，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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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拉比巴比，刚家烫上桌。我跟你说，可乐它哎很解酒，哦哎，所以说如果你前一天有宿醉的话，喝一碗你也不会不长啦，你不要讲那种这样天天喝偶这样，尔偶尔好不好派对的时候哎，OK，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哈。哎，我来帮你们尝，在那边哈没有机会 serve 美女，哦我只能回来拿你们找一找感觉，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 BGM，来你 serve 我。来喝一喝它的汤。没有啦。还是有放奶吗？我不懂，我懂可乐。你要尝那个味道的时候，你要这样子，然后鼻子吐气，哦，真的哦。有点辣，我觉得好喝，哎，是不是？不过我觉得那一个特别的食材的味道蛮明显的在里面，是呗。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我们已经要把它喝完了，我们说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味道。OK， 它这个食材是菜类还是肉类？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菜类。咸菜。我是咸菜。咸菜你们都猜一样的咸菜啊？西洋菜。我给你们一点小小提示好不好？你不能够吃太多，但是呢，只要取一点点放在这个食材里面，就可以增添它的风味。他真的在里面找哎，我可以问一下我的好朋友吗？好 ，ChatGPT，完全猜不到，猜不到，我们今天完了嘞。特别的味道嘞。只有一种可能，你们根本没有吃过这样菜。那是喽。不过没关系，需要看影片了解一下来吧。是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在里面吗？ 깻잎 때문일 거예요. 哦，紫苏叶就是你们韩国人也会用来包肉、烤肉的那个叶子，对不对？ 깻잎에서 나는 그 향긋한 향 때문에 한국 사람들이 좋아하는 분들이 되게 많으세요. 就是这个，对不对？紫苏叶，哇，那个味道蛮特别的，而且很有侵略性。只要一个菜里面加了紫苏叶，你完全能够察觉出它的存在。也难怪在韩国有些人很爱，在新加坡可能有些人无法接受。 저희가 맛있게 먹는 방법이 한 가지 더 있는데 还有其他的吃法。 수제비가 있고 라면 사리가 있어요. 其实，在韩国啊，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呢，很多这个食材都要用到最后一刻的精华才可以。像是这个汤锅煮到现在呢，那个汤汁慢慢的收缩之后呢，再下上面条，吸饱汤汁，这就是第2阶段吃法。相较这个快手面哦，我更喜欢这个，因为它更有嚼劲，有点软糯，有点像是糯米饭的面片版本。 그리고 저희 마지막으로 3번째 단계. 啊？还有第3种吃法？ 마지막으로는 볶음밥을 볶아서 드시면 진짜 맛있거든요. 我看到里面哦有这个鱼子、萝卜碎、紫菜碎，还有灵魂的紫苏叶。最后嘞？ 이제 치즈를 넣어줘요. 哦，放入芝士。 듬뿍. 放这么多啊！
few moments later. 朋友们，拉丝哎，哇！第3阶段，吃饭。芝士完全融化在饭上，而且这种新鲜的芝士一定要马上吃才有拉丝的效果跟口感，吃到嘴巴里面那种乳酪的香味，还有灵魂的酱汁的味道在里面。我从没吃过这样的炒饭呢。这个特效谁给的？哇，哎呀， 사실 저는 아직 싱글이에요. 당신은 어때요? 이혼. 다음 달에 결혼해요. 紫苏叶来了，这个就是刚刚美女介绍的。其实紫苏叶啊，它真的是有毒的，我们可以配蟹来吃嘛。它是以毒解毒，我们所谓的以毒攻毒，以毒攻毒，它就可以解一些泻毒。但是如果你这个紫苏叶长期吃、大量吃不行的，会让你的身体变得很虚。明白。可是它做鼻子坏吗？还是它没什么味道？哎， OK， 我 try， 试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味道。它没什么味道。试一下，勇敢一点，勇敢一点。我们两个可以不要这样吗？这个出去了，我们这样没有脑这样，两个在那边试一下先，真的没味道。它的怪治好来了，一点调，一点调。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你吃看看，你吃看看，快点。还有点，它跟薄荷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就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吃下去味道很强烈。可是如果我吃完这一片，我会死吗？应该不会啦，你吃完这些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啦，只是说不要长期吃就对了。他没有说会啥，说对，身体会比较虚。哎，来，你们最近有追什么韩国偶像剧吗？我老实讲哦，我不怎么看韩剧，我比较喜欢比较快的，我不喜欢就是那种不要多爱情啦。我没有那种心态。对，我喜欢看综艺节目。哎，韩综也是不错我喜欢哎。那个，我喜欢。韩综的嘉宾都是很大咖的。我们这个节目也蛮大咖，能请到可乐跟西西，这也是对不对？对，那倒是，就是想要慢慢的把你引到那个对啊。对呀。我们今天3个人里面有1个拿过红星大奖，这还不够厉害吗？要，对不对？你们每年都会准备获奖感言吗？经纪人一定会叫你说，哎，你很有机会拿奖，你一定要想好好。第1年，哇，我真的相信了耶！然后你准备写个作文，就觉得很有信心啊。然后结果一年没有拿着之后呢 ，OK， 可是在脑里面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就没有去写出来。我连想都不敢想，完全不敢想，所以我上台就是一片空白。那讲得很好啊，所以我讲得很短啊。妹妹，希望我们尽快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好不好？希望我们都能得奖。加油！加油！加油！不要放弃。对，我们要照顾身体，直到我们入围那一天。说到照顾身体，有很补的火锅要上桌。还有，来，我们边喝边看，来，干杯！加油！来。你知道吗？鸭汤在朝鲜王朝绝对是贵族料理。那个时候呢，人们会把鸭子和药材 mix 在一起，做成药膳。后来鸭子的养殖逐渐普及化，清炖鸭才成为平民跟孕妇的养生料理。哎，典型的韩屋设计，刚好配合他们的传统鸭汤配方。走。안녕하세요，老板，你好。哇，很香哎。可是我看这里面不光是有鸭子，还有很多药材，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药材吗？ 여기 보면은 이건 엄나무 껍질이고요, 향기고. 오. 요거는 헛개나무 열매예요. 菜色非常丰富，这里有香菇、大葱丝，有韭菜。老板，这2样是什么食材啊？ 요거는 연잎. 오, 荷叶。 연잎하고 능이버섯이에요. 香味非常之浓郁，跟这个香菇比起来，这个更香哎。 예전에는 이 능이가 지금처럼 이렇게 많이 안 드셨어요. 까맣고 보기도 볼품도 이상하고 그래서 안 먹었는데
이제 항암 효과에 좋다는 얘기가 이제 많이 퍼지면서 사람들이 많이 드시죠. 네. 네. 一般什么季节是吃鸭汤的旺季啊？ 아무래도 이 오리백숙은 우리나라에서는 보양식으로 통하기 때문에 더울 때 原来如此大补的一锅汤，我一直以为是秋冬季节，反而夏天是他们的旺季。那你们鸭子的选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或特别的品种？ 아, 우리는 품종은 아시카오리라고 하고 저희가 이제 이 오리를 사육할 때 을 먹여서 키워서 오리라고도 합니다. 真的很震惊，就是说他用的鸭子都吃什么？吃什么东西？吃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是人类会吃的吗？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能吃这个东西，没关系，我给你们几个特别的选择。哦来，在这个韩国非常好吃的这个鸭汤火锅哈，到底他们为了鸭子吃什么 ？A 是人参 ，make sense 啊，因为 Make sense 韩国嘛，对吧？对， B 是硫磺。 我以为你要讲榴莲， C 有机大豆，这个合情合理啊。比较合理。对 D 蜗牛。 ，OK，我有答案了，我有答案。我就跟你一样。来，3、2、1，一起说。你记什么？我们自己乱。 C 是有机大豆不对，B ，B 是硫磺 ，D 是蜗牛。 B 我选 B。好，我选 B 硫磺、蜗牛，为什么选硫磺？因为他说不知道人类会不会吃啊，有人吃那个蜗牛啦，蜗牛。对蜗牛有吃啊对，因为我忘记，好，没事，不要OK，被我影响。啊，那就是 D 了。两位给我最终的答案。我们来到第5重挑战，两位给我最终的答案。我还是说 D， 我还是说 D。好，两位都选 D 蜗牛，要对就对，要错就错，对一起看 VCR。 아, 우리는 품종은 아시카오리라고 하고 저희가 이제 오리를 사육할 때 유황을 먹여서 키워서 유황오리라고도 합니다. 原来啊，这个硫磺里面的一些元素呢，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所以呢，就借由饲养鸭子，添加硫磺，再吃鸭肉的这种办法。猫屎咖啡听过吧？嘿嘿，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上桌了，老板？ 네, 다 된 거예요. 哇！1、2、3、4、5、6、7，这么多小菜：萝卜泡菜、青辣椒、洋葱泡菜、凉粉、白菜泡菜、萝卜干菜、蔬菜沙拉。在夏天炎热的季节，先吃几口清爽的小菜，再用清炖鸭汤来暖一暖胃。哇， 잘라드릴게요. 炖煮到非常软烂，用剪刀就可以把它分开了。 이 야채가 너무 익으면 질겨지니까 아. 처음에 이렇게 야채 먼저 어석어석한 식감에 먼저 드시면 되겠습니다. 我一直以为啊，要么是先喝汤，要么先吃肉，没想到是先吃菜。韭菜煮到这个火候刚刚好，哎，完全断生，同时呢又保留了韭菜的纤维跟嚼劲，还是有脆爽的感觉。老板，你知不知道这个韭菜哈是对男人很好的一种蔬菜啊？ 저도 그렇게 알고 있어요. 接下来到了整锅的重头戏鸭肉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到骨肉分离呢？哇哦，果然是炖了很久的。试一试沾一个芥末酱，肉香味跟芥末的清香味撞击在一起，是一种很好的火星撞地球的碰撞，在你的嘴巴里面形成一场小小的味觉小爆炸。既然是清炖鸭汤，汤一定很重要。我只能说每种味道都是甜甜，不会有太咸的味道，也不会有很重的药材味，真的是健康养生的好汤。네. 不用了，老板不用饭了。 네, 이제 이 요리 드시고 고기를 드시고 이제 마무리 디저트라고 좀 뭐 하고 마무리로 이제 죽을 드시는 거죠. 탄수화물. 네. 오.
所以这是一种吃完鸭汤之后的一种仪式感，一定要把这个糯米饭放进去煮这个粥。我有点好奇，因为我还真的没有吃过糯米粥，想要知道它的口感。大概煮多久可以吃啊？ 보통 한 3분, 4분 정도 걸리는데 A few moments later. 果然啊，男人的话是不能信的。刚刚跟我说3、4分钟，可是我感觉像是过了3、4个世纪那么漫长。这一锅美好的食物，到底要让我等多久啊？这个叫男人的嘴骗人的苦。大概煮了10多分钟。其实我跟你讲，他说的没错，就是3、4分钟你就可以吃了。不过你煮更久一点，那个汤会更吸收黏滑、更粘稠，然后你捞起来更好吃。刚刚都没有猜对，对不对？你怎么没有坚持自己呢，朋友？我觉得这主持人不好，怎么？他误导人。他明年要拿奖。所以最终呢，西西拿下2分，可乐拿下1分，西西是今天的绝对赢家，恭喜西西！接下来还是会有这一次5轮挑战最终的一个惩罚环节。酱料猜猜猜，输家盲吃3种特别酱料，每个酱料由3种食材组成，只要猜对其中6种食材，就能启动复仇环节。终极惩罚将由赢家承担。我要请西西呢拿勺子喂给你盲吃一下。 OK， 我们做一个交易，好3个，这我猜中3个，哇，你就给我50%呢。对了，我觉得蛮容易的，5个。 4个，好不好？4个，成交。OK， 谢谢。会有点大口。这有点恶心哎，这里面什么东西啊？黏黏的、滑滑的。你先闻，先闻，你给嘴巴开。有种香蕉，好菜。我吞完，你吞完了。至少已经猜了2个了。闻一下，闻一下，OK， 嘴巴开。是辣吗？辣吗？它不辣，它就是中毒的味道。来猜一猜，有辣椒。辣椒酱，好。 OK， 你就放弃了，说这张 OK， OK 啊。我的屁！我的屁！瓦萨比，就瓦萨比，你可以不要喷泉吗 ？OK， 所以有对吗？有瓦萨比对吧？对。猜4样。对呀。你要不要猜多几样？青瓜。青瓜。OK。还有 mayonnaise。总共你给了6个答案，到底有没有猜中4个呢 ？Sorry， 6样里面只猜中了3样。哎呀，白痴了！没事没事，不白痴不白痴。白痴。这个终极挑战哦，也许你会很喜欢。我们有个要求，你在吃这个面的时候呢，绝对不可以表现出它很辣的表情或者是神态。哇，是吗？好吃好吃，人生享受真的好吃，应该加多一点辣。没有味道，真的。雷轩，你try看看。变成大家挑战了。OK， 可以。怎么样？哇，不用牛奶，不用浪费。我要牛奶。我最后的终极大挑战，他的。第一次哦，这个节目要 end 在主持人讲不出话。虽然是围炉开吃，但是今天吃到火火辣辣，特别谢谢可乐还有西西，在送走你们之前，当然不能让你们空手离开。我还有礼物哦！来，你完全可以回家做出非常丰盛的一餐。哇！什么？我可以回家做部队锅。来，这个是。这就是围炉开吃满满的爱意。今天再次感谢可乐还有西西，希望有些大家可以多多的围炉开吃。谢谢2位，谢谢，谢谢。对，我其实还好，等下见到你身上可能就不一样。没有，我就想说，那个小姐姐错过了你。可乐，戳到她的伤心史了。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现在单身吗？
天哪，对呀，你们就互相相爱啊，我无所谓。而且一年单身哦。我们没有互相伤害，我们都狗啊，对，我狗而已哈，我是牛哦。我们都单身狗啊。我姐姐还鸡嘞。哎，所以你看华语的奥妙，少了一个字呢，就是说它喂奶，对不对？喂老奶奶不一样了。